注意看！这位情绪激动的母亲声嘶力竭，不断催促台上的儿子把对手干翻在地。只因他的对手是我国的汉奸走狗贝泰元，他原本是炎黄子孙，可心中却向往韩国的泡菜和火锅，为此不惜远渡重洋，背井离乡。然而移民之事尚可理解，但他却屡次在韩国媒体上讥讽祖国，大放厥词，称国人无力品尝那所谓的泡菜美味。这等汉奸行径，不过是为满足其个人私欲，践踏同胞尊严的败类罢了。而且观其面相，贼眉鼠眼，中分发型，骨子里透出的尽是卑劣。眼看汉奸走狗回国捞金，胆敢一副梗啾啾的模样，我们的中国小伙挺身而出。蓝善腾作为蔡李佛拳的第18代传人，爱国情怀溢于言表，而他的母亲作为边角的出现，更是成为了蓝善腾首任汉奸走狗的催化剂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比赛当中。红色拳套红色短裤之人就是我们的中国小伙蓝善腾，开局步伐逼得很紧，显然是想速战速决拿下对手。反观蓝色拳套之人，他就是汉奸走狗贝泰元。贝泰元到韩国后学习跆拳道多年，甚至在韩国取得了18胜2负的傲人战绩，自此心高气傲到了极致。原本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，我们没必要对他太过苛责。可这家伙却几次三番嘲讽祖国和我们的选手，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自然要付出应有代价，毕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相信蓝善腾定能浇灭汉奸走狗的嚣张气焰。也有一些中国的这个技术在里面。是，李希，看到这个贝泰元的这个漂亮，进攻方式是很丰富的。是，漂亮，击负有效果。对，又是一个，对，有效果。对，马上蓝善腾摆拳，对于这个贝泰元的击负是有效果的。这一阶段，我们红方蓝善腾不再给蓝方贝泰元这个机会展示了。蓝善腾杀伐果断，左拳爆头，右拳爆肝，凶猛的进攻密不透风。如果不是回合铃声的响起，我相信汉奸走狗定会被现场 KO， 而且蓝善腾还未真正全力以赴。蓝善腾的下压，就肘部的下压做的还不错，有保护啊。对，但是仍然这个力是伸进去的。对。经过第1回合的试探之后，他发现贝泰元腿法花哨，中看不中用，于是第2回合刚开始，他就转变战术思路，拉近距离，不给贝泰元出腿的机会。不管是技巧还是拳商，中国小伙都是玩虐对手的存在。这个重量感真的是对，而且蓝善腾的这个你看，拳法不只是有进攻，刚才一个迎击也有，前手平攻的迎击漂亮，而且拳重腿重。对，而且他就是发力的那个过程，其实我们真的都看了一眼。眼看落入下风，汉奸贝泰元狡诈之面尽露，开始玩起了下三滥的手段，用卑劣的膝顶恶意击裆，还真是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们是病猫？蓝善腾强忍疼痛，示意裁判继续比赛。殊不知，正是贝泰元的这一毫无体育精神的做法，彻底引燃了中国小伙心中的怒火，彻底化身成为擂台中的刽子手。你看贝泰元怎么来扭转这个局势？这绝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而蓝善腾也不如母亲的教导，将汉奸走狗揍得脑震荡天旋地转。也不知道现场有没有韩国观众，从口袋里掏出泡菜给贝泰元尝一口，或许他就能站着走下擂台了。这下好了，汉奸走狗被彻底钉在耻辱柱上，而蓝善腾和他母亲停止的脊梁与赤诚的担心，将永远在华夏血脉中代代相传。